据我所知，你的父母是自杀的。自杀你懂吗？自杀就是自己选择的路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我知道我无法追究陆振阳的责任，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错。其实当年陆门是想收购你父亲的公司，避免造成恶性竞争。事实上，陆门秘密跟你的父亲谈过合作计划。当初我们的出价非常合理，但是你爸可能脑子进水了，一口回绝了我们。那既然做不成朋友，只能当敌人。我家公司效益好，你们就要抢过来，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这不叫抢，这叫竞争。我们陆门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合法的。那当年我们家公司出了问题，估计也是你们家搞的鬼吧？顾小姐，要不是看在北辰的份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我爸的朋友临时放弃注资，这肯定是陆振阳做的吧？好了，我们今天不谈这些。我们有什么可谈的？我们不是敌人吗？我们今天谈的是买卖。北辰的父亲不希望看见他的儿子跟对手的女儿在一起，所以希望你主动的离开北辰。你想要多少？可以开个价。这位秦女士，你别搞错了，钱我有过，而且非常多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会为了钱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情。以前不会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这个，你还挺会演的。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顾大小姐了，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。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，我不会跟北辰分手。北辰，金怡，我跟我爸说过了，我不会跟顾初分开的。走。我爸肯定会怪咱们，连个小丫头都搞不定。这不挺好吗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爸最不喜欢看到的是什么？我明白了。您是说，如果这个野种跟那个顾家的丫头继续好下去，我爸肯定气炸了，是吗？你爸爸对他越不高兴，对你就越有好处啊。这就叫此消彼长。之前是因为我爸的事，差点把我们分开了。现在也是因为我父母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原谅了我，也原谅了陆家。其实是我父母原谅了你们陆家。小初、思思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爸妈已经永远离开你们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是迫不得已才走到这一步。听我说，爸妈的事就别再去追究，原谅过去，给自己一条活路。孩子们，别哭，坚强一点。我们一家人曾经拥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闭上眼睛，看到了你们灿烂又温暖的笑容。爸妈要走了，你们
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爱你们。日子还是要自己过，上一代的破事儿，让他翻篇吧。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好像不太好，我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他。以前北申也是，在他出事之前，我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陆振阳。因为他从来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不想提起的话，可以不用说。没事儿。我爸年轻的时候和我妈一见钟情，但结婚后，我爸一直在忙着做生意，他们俩聚少离多，陆家也反对他们在一起，最后还是分开了。然后就娶了那个秦姨。那你跟北申呢？我爸妈分开之后，我妈才发现她怀了孩子，而且是双胞胎。但我妈是个倔强的人，她没有告诉我爸，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有个爸爸。你们没问吗？有，但我妈总说爸不在，但是不在的定义是什么，我们也搞不懂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北申又被送去陆家了？那时候我们10岁吧，陆家发现了我们的存在，就想把我们领回去，认祖归宗。我妈当然不同意，但协商之后，还是决定把其中一个送回去。当时，我和北申都想留在妈妈身边，谁也不愿意回陆家。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就让我们兄弟俩发揪。如果当初被送去陆家的是我，不是北申，那他的人生一定会完全不一样。他一定很恨陆家。我大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他自己是陆家的人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他在陆家，那他应该在美国读书才对。为什么我会在平海遇见他？那时候我妈病重，他就吵着回来要陪妈。但是没熬几年，我妈就去世了。那时候我们大学2年级。听北申说，妈去世不久，爸也中风了。那你当时在哪儿呢？为什么我没听北申说过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呀？那时候我也在平海啊，只是不在同一个学校，不常见面。不常见面，也不该完全不提啊。我们关系不太好吧？是因为小时候他被送去陆家的事情吗？他觉得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凭什么我可以留在妈身边，他却被送走了？可是陆家的条件不是更好吗？虽然见不到妈妈，但是那边有爸爸呀。我爸打他，而且打得很凶。来，北申呢，是一个不会说话、不会讨人喜欢的孩子。他在陆家肯定吃了不少苦，在那种环境长大，他叛逆，他恨，这些我都理解。他应该是嫉妒你能留在母亲身边。他其实对你也不是完全的恨意。以前经常听他跟我说，他要学法医，他觉得很酷，很有意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应该是被你影响了。最后，因为法医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哎，胡龙！你妈讲。哎，来来来，行了，别干了，别干了啊！
有什么事儿，你俩就直说吧。姨妈，其实呢，我们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想过来帮你干干活。你是不是想替那个陆北辰说话呀？姨妈，你还记得我爸的遗书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他在遗书里吩咐我跟思思要忘记仇恨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干脆来直接告诉我，你要跟那个陆北辰一直好下去，不就完了吗？是，我喜欢他，他爸的事情跟他无关。什么叫无关呀？啊，他是陆振阳的儿子，是你杀父杀母仇人的儿子，他爸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，怎么能说是无关呢？姨妈，现在都什么年代？什么年代了？什么年代了也不能嫁给仇人的儿子，什么年代了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什么年代？姨妈，你们这些当长辈的呢，只知道反对反对反对，一点也不知道理解。还有那个北辰他后妈也是，专门飞过来拆散他俩，简直就是个神经病。他还跑过来说话，我还没去骂他呢。我，姨妈，我们为什么要背负上一辈的仇恨，活下去？你累不累啊？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吗？我想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全世界有那么多男人啊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喜欢陆振阳的儿子？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。我就是不同意。姨妈，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但是我想和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不起。请问你找谁？我找秦苏。你是谁？找秦姐有事吗？你去问问他啊，问问他记不记得当年陆振阳逼死顾泽峰两口子的。我是顾太太的妹妹，我今天找他来是让他把事情给我说清楚的。你把门给我打开。不好意思，秦姐不在家。开门，开门啊你！你看我们这些老朋友，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，那就不要客气了，都动筷子吧。好，我们都太久没见面了。是啊，我们家老陆的身体不太好，离开他不放心。最近身体好一点，我才敢跟浩然回到国内，顺便处理一下这边药厂的生意。你都成了陆家的一把手了，又能持家，又能做生意，老陆有你这样的贤内助，还真是人生赢家呢。哪里呀？我们家的一把手永远是我家先生，还有浩然，我只是一个跑腿的。哎，浩然怎么没来呀？应该快了吧？他从药厂那边已经出来了，很快就到了，不用等他了，赶紧吃吧。好，来。姓秦的，你还以为你能躲得了我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，请你出去。别装了，我问你，当年陆振阳故意切断我们顾家资金链，逼死我姐姐跟我姐夫的事儿，你到底承不承认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服务员，请他出去。您好，请您。是，我知道你们陆家有权有势，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。但是我今天来，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是为了要一个说法，我要亲耳听到你对我姐姐跟我姐夫的道歉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是最让人觉得讨厌的吗？就是像您这种以为耍个泼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泼妇。哎呦，这你怎么打人呢？就是啊。
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你姨妈今天找过秦姨，2个人还打起来了，闹得很僵。什么呀？谁说的？何勇打给我，告诉我的。怪不得姨妈情绪那么差。不行，下班我得去看看她。罗队，问过几个目击者，没人看到他掉下来，也没人注意到他从哪个位置掉下来的。事发的时候应该非常突然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老陆马上就来了。我没事。小初，北辰，你妈死了。他的死因还不能确定。好了，现场我来处理，你平静一下。证物袋，给我。从自己家中坠楼的可能性不大，如果在家，不会随身带着钥匙。今天下午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不想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前2天说话太冲了。哎呀，不用说对不起了，你爱跟谁在一起就在一起吧，我又管不了，我又不是你爸妈。姨妈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下班给你做饭好不好？不用，我吃不下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知道他不开心，没想到他真的跳下来了。是不是自杀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你们什么时间通话的？下班前。他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我跟北辰的事情，还有他跟北辰的后妈吵架了。你妈跟谁一起住啊？她一个人住，也没有结过婚，只有我跟思思2个亲人。家里很整洁，看来没有被翻过。窗户都是关着的，不可能从这跳下去。手机没带，电视没关，应该只是暂时离开一下。我让手机带回去。啊。洗衣机还是湿的，姨妈很有可能上天台去晾衣服了。姨妈经常在那边晾衣服，然后在这边晒东西。我经常跟她说这边很危险，她就是不听。
纤维，这应该是死者衣物上的纤维。他会不会是勾香肠的时候掉下去的？死者的小腿有一道淤痕，如果他真的是从这里坠楼的话，那小腿的淤痕可能就是这个围栏造成的。这也没有摄像头啊。刘队，你是说这里会出现其他的人吗？不管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还是有人推下去的，或是他失足掉下去的，现在都不好说，除非有目击证人。到底是谁？谁要杀姨妈？小朱，别这样，我们只是猜测。老陆，我需要你后妈家的地址。岑云是你姨妈，你要避嫌，不能参与调查工作。我知道。我先送你回去，工作完了过来找你。现在你姨妈的死因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不管姨妈的死因是什么，在她死之前，我确实跟她吵过架。我从来都没试过跟她说话那么凶，对她那么不尊重。她一定很伤心吧？从小他就很疼我，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。我还没来得及抱着他，告诉他我很爱他，他还没来得及亲口跟他说对不起。什么？岑云跳楼自杀了？您认识岑云吧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见过他。什么时候见的？前天，他到我这儿来，我当时在家，他在外面骂大街，我就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没有理他。结果昨天中午我跟一帮朋友在外面吃饭，他又跑到酒店的餐厅来闹事。您刚才说不认识他，那他为什么骂你？您跟他是有什么矛盾吧？那是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是我们陆家害死了他的姐姐姐夫。其实，他的姐姐姐夫是自杀的。他在酒店是怎么闹的？哎呀，算了，人都死了，我都不想再提了。那个女人就是个泼妇，还敢动手打我妈，她死了是吗？该。浩然，别这么说话。这位是我的儿子陆浩然。陆先生当时也在场。他在。他姐姐姐夫生意失败，破产自杀，就把这笔账算我们陆家头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啊，他不开心了就可以动手打人是吗？你警察不管。浩然，他打谁都行，就是不能打我妈。浩然，死者为大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秦女士，昨天下午5点到7点，你在哪儿？在做什么？我在做 SPA， 怎么了？在哪里做的？一家水疗会所。你们是在怀疑我妈是吗？陆先生，
昨天下午同样时间，你在哪儿？他在打高尔夫，就在西郊的高尔夫球场。去那个会所和高尔夫球场核实一下。好，报案电话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那个号码是一个姓周的男人登记的，但是手机关机了。最后发出讯号的位置是在案发现场附近。让萌萌盯住了。OK。下午4点54分进的包间，晚上6点21分离开的包厢，没说谎。不对，骆华人在当天案发时间确实在打高尔夫。这是一起奇怪的高坠死亡案件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它像是个意外。但是就在刚刚，报案中心接到一个周姓目击者的电话，说是看到了这个死者是被人推下去的，所以案件如何定性？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很难判断死者究竟是自杀、他杀还是意外，除非找到这个报案的目击者。周先生。哦，我是刚才给您打电话的罗警官。当时啊，我就从这个窗口看过对面的阳台，我当时看到对面有一个女的，好像在够什么东西啊。结果后面突然间出了一个男的，把她一推，她整个人就掉下去了。当时把我给吓的。那个男人长什么样？穿什么样的衣服？您还记得吗？他穿黑衣服，戴着个帽子。当时长什么样我倒是没看清楚，不过他推完人以后马上就走了。我当时还在琢磨呢，要不要报案。周先生啊，您怎么证明您刚才所说的呢？我拍了照片了。拍照片？不可能吧？拍照片那是一瞬间的事儿，难道您能有预知命案发生的能力？啊，不，我当时是拍一个喜鹊，那个喜鹊就落在我的阳台上。我当时拿手机在拍那一瞬间，喜鹊飞走了，就拍下了对面阳台上的这些情况。我们能看看照片吗？可以。周先生啊，一会儿加您个微信，方便吗？没问题，可以啊。基本可以确定是他杀，但电梯监控里没有发现。只有一种可能，高进叫来。好。都过了好几天了，痕迹没有发现。如果凶手是走楼梯上去的，肯定会留下很多脚印。是没人打扫，人又不多，碰碰运气吧。地外有灰尘，踩踏人不多，应该有机会。
指纹，应该有人带手到莫利亚府上。这是5层半，岑云家住6楼，凶手应该是在这儿停了一下，也许是在等待时机，也许就在这个时候看到岑云上了天台。罗队，有发现，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外国烟，带回去。好。安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烟头上能不能检测到有效的 DNA？ 不敢保证，看运气了。罗迟找你是想了解一下你姨妈生前的情况。既然查出来姨妈是被人推下去的，我肯定会全力配合，希望他们尽快抓到凶手。我姨妈平时和别人来往不多，她麻将也不打的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她会跟谁结仇。想来想去，就只有青苏了。是，我对她确实有些偏见。
我姨妈平时和别人来往不多，她麻将也不打的。我实在是想不到她会跟谁结仇。想来想去，就只有青苏了。是，我对她确实有些偏见。这个问题我们也分析过，因为吵架去杀人，可能性不大，而且他有不在场证明。目击者拍了照片，凶手是名男性。看照片，也不像是陆浩然。会不会是买凶杀人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。当然有可能。小楚啊，你再想想，除了跟秦姨吵架之外，最近还有什么事是围绕着你姨妈，或者是围绕着顾家的呢？啊，对，他股票赔钱了，但是你们也查了，他不是自杀，况且他什么风浪没见过，这不应该是原因。那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事？对，有件事。姨妈生日的前一天，有人在网店留言，说爸妈自杀是陆家害的。那等于说，在我告诉你之前，你就知道了。现在想想，确实挺奇怪的。留言的这个人肯定别有用心。姨妈的死跟这件事情会有关系吗？我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是我给顾初发的匿名消息。那我还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告诉顾初的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们俩在一起。不是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我很清楚，感觉这回事是没有办法勉强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所以我也没有让你知道。好朋友可以一辈子，说穿了，说不定连朋友都做不成。谢谢你这个好朋友，但是你对顾初做的事情，我真的不能理解。因为我演不下去了，我不想再骗自己，我很大方，我不在意。其实我很在意，我并不大方，我嫉妒顾初。我就是欣赏你的坦白和真实。谢谢。我通过网店发匿名消息给顾初，目的就是为了拆散你们俩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原谅了你。哎，那你认识顾初的姨妈岑云吗？她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她坠楼那天，我就在现场。什么？那天我去找岑云，本来打算告诉她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却没想到会让我看到那一幕。当时我很震惊，不知道该跟顾初说些什么好。最后还是悄悄地离开。当我退出人群的时候，有个男人不小心撞了我一下。当时我感觉很奇怪，他去围观的时候反应有点不寻常，像就看一看，看完马上走，好像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上前去证实一下罢了。你记得他的样子吗？他戴着棒球帽，大半张脸给挡着了。哎，那天萌萌说过，案发当时有很多群众都拿手机拍了视频放上网呢。对啊，不过上次没仔细看。找出来。好。停，就是戴棒球帽那个。就是他。我要看一下9月16号晚上6点到7点保护小区门口的街道监控。老仔，就是这儿。记下车牌号，跟着这辆车，
看他去哪儿。博景华园酒店。你好，警察，帮我看一下照片中这个人是不是住这个酒店？好像是，我记得他戴着十字耳钉。还有呢？帮我们查一下他的登记信息。好，是他吗？陈星，美籍华人。他是我们酒店的常住客，从美国回来的，现在住在8923。他现在在吗？啊，这我不知道哎。带我们上去看看吧。迅速搜查，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。是。和楼梯间的牌子一样，就是他。多少？哎。死者身上没有发现其他 DNA， 只是在衣服上面发现了几根猫毛。还有，天气又不冷，戴什么手套呢？找一下有没有黑色的手套。高进，老队，查一下裤兜里的纤维，才让回去。其他渗透场库也一样。是。老队。他应该还会回来，多找些人手，守住酒店的进出口。好。小王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一切正常。保持警惕。收到。老队，还能上套吗？这个时间容易放松，给我精神点。放心吧。收到。放心吧，罗队。罗队，有辆出租车出现。给任务出现了。
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把帽子和墨镜摘了，慢慢的。从博景花园酒店的住客资料来看，陈星是用了美国护照登记入住的。从7月21号到现在，已经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了。从出入境的情况来看，陈星经常往返于瑶岛与我国之间，平均1年有6、7次之多。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，陈星曾经因为贩毒被控，最后花钱把官司平掉了。我们调查宾馆之后，陈星就没有再出现过。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。他裤兜里沾着的纤维，高进，陈星裤兜里的纤维和死者身上提取的纤维一致，包括猫毛，还有在案发现场楼梯间发现的烟头和博景酒店8923房间发现的烟头和毛发匹配，他们的 DNA 排序一致，由此可以推断，陈星就是把层云从天台上推下的那个人。还有，目击者拍到的照片以及现场群众拍到的视频，都基本上可以印证，陈星就是杀人凶手。可惜人跑了。在宾馆的监控录像里查到什么没？萌萌，陈星在近2个月时间内，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在酒店接触过，除了他。这个女孩在9月13日傍晚5点多的时候和陈星一起回了房间。离开的时候大概是晚上8点多，看样子是和陈星吵了架。离开酒店以后，接到的监控并没有跟到她具体去了哪里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女孩是唯一一个可以确定跟陈星有关系的人。陈星房间里发现的几个指纹，有2组可以确定是房间打扫卫生服务员的，至于哪一个是女孩留下的，还不确定。找到这个女孩，就能找到陈星。另外，我们在陈星的房间里没有发现手机、电脑之类的通讯工具，也没有发现他在屋里打过电话。他有登记本地的手机号没有？我用他的护照号码查过了，没有实名登记，但是不排除他用美国的手机号，但是号码没法查。萌萌，岑云生前的通话记录中有没有跟境外或者什么可疑的电话联系过？没有，我复查过一遍了，没有任何可疑电话，所以他和陈星之间应该是没有直接联系的。我问过顾初，他从来没有听他姨妈岑云提起过陈星这个人。如果陈星和层云生活没有交集的话，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应该就是受雇杀人。我记得佳悦说过，他看见陈星离开现场的时候打过一通电话。我们大胆的去假设一下，如果真的是受雇杀人，那么这通电话会不会是打给买凶的人汇报呢？陈星来自洛杉矶，陆家也在洛杉矶。尽管秦苏和陆浩然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但是买凶杀人不需要在场，这2个人必须重新调查。陈星是一个危险的人物，要尽快查到他的藏匿地点，把他抓捕归案。是。等等，萌萌，去查一下秦苏和陆浩然的通话记录。他们俩用的都是境外手机，我要跟美国的运营商调取资料，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，现在还不知道要等多久。要不要传唤缉毒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他们现在还不是嫌疑人。老陆，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这么巧，我也想找你请吃饭呢。行啊，老规矩。
好，哎，5星级酒店自助餐，罗队请客。谢罗队。不是不吃日料了？我不去，我不想见他。一想到姨妈的事可能跟他有关，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要去你自己去。小初啊，这次去呢，就是想为姨妈寻找真相。我一个人不行的，你得帮我。秦姨好。今天是个什么好日子呀？阿姨好。你们2个怎么一起来了？小初跟我说，她姨妈呢之前来找你，闹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她心里有点过不去，想过来看看你。没事的，来，快进来吧。谢谢。谢谢。顾初，北城的同事来问话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你的姨妈出事了。说实话，阿姨都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。姨妈的死让我想了很多。世事无常，谁也想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意外。我不想我离开的时候，身上背那么多的包袱。之前我跟你的姨妈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的姨妈骂我、打我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人都会有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说话就会过头。就像我当初对你也不是那样吗？上一次我要跟你道歉，我说话太冲了。我也应该道歉，我一直对你有偏见。你们道什么歉呀？我说的是我自己。你以为我想拆散你们2个吗？那是你爸爸的意思。其实那天我看见你冲进来把他牵走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激动的。阿姨呢也有年轻的时候，在我年轻那会儿啊，就没有遇到一个男人能像你对她一样不顾一切。行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也跟你爸爸说过了，不要纠结在以前的事情上。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，谁是1-2句话就能拆散的，是吧？秦姨真通情达理。你也不要怪你爸，你看看，你现在能找到这么漂亮又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呀，是你的福气。一定会。秦姨，你别这么夸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顾初，你以后要把阿姨当成一家人，对我们家北城好一点。哎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加个微信，以后多多沟通。好啊。好，来。来，帮阿姨加一下。好。我回国以后啊，就没换当地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很不方便，加个微信就方便多了。金姨，请问一下，你今天是不是喷了什么香水啊？特别好闻。是啊，好优雅。哎，什么牌子的？告诉我，我也给小初买一瓶。不用你买，阿姨那儿好几瓶呢，我送你1瓶。秦姨这不太好吧？北辰哥。啊，你们先坐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好。1、2。
2479，去调一下。什么情况？他来滨海了。陆浩然不在家，我只能看到秦苏的手机。9月15号6点23分，他接到这个电话。那是个美国号。这个号码很可能是陈星的，也有可能是秦苏美国的亲戚朋友的。萌萌，用一个隐蔽的号帮我打过去。好了。事情办好了没有？你哪位？说话！我认得出，这个声音是陆浩然的。你弟弟？那你刚刚看电话号码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？我跟他不熟，没有他号码。如果这个号真是陆浩然的，那就是在案发之后，秦苏接到的是他儿子的电话。当时陆浩然正在打高尔夫。监控视频之前我都看过。再放一遍。好。继续往下看。只有这一通电话，没有再打过其他电话。也就是说，陈星离开案发现场之后打的那通电话，不是陆浩然的，也不是秦苏的。唉，又黄了。没有啊，起码我们排除了2个嫌疑人。哎，骆队，你好像还欠我们一顿饭啊？啊？对啊。好啊。什么饭？ 5星级酒店自助餐，听着有份啊！对啊，谢谢罗队了，谢谢罗队啊！我记得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回来，钱包拿来，钱呢？不就一顿自助餐吗？去还不行吗？吃啊！来，别闲着，来，怎么样啊？我说到做到，从不食言，是不是？来，吃吧，快！说到做到什么了？说好的5星级酒店的，这顿不能算啊！ 这也是5星级啊！这大众点评5星。来，我们敬罗队的钱包，真是让他破费了。哎，别这么说。来，敬罗队，干嘛这是？我告诉你，身为人民警察，刑侦队队长，抠门，影响士气，下不为例啊！不是我这叫抠门吗？ 我这算抠门吗？我这叫接地气。别管他，我是为了找到办案的灵感。我这灵感还真来了。我觉得呀，目前我们还是要尽快找到陈星的下落。平海市所有的酒店都没有查到他的入住记录，所有的交通关口也没有发现他的行动。唯一的关系人，视频中的那个女孩，现在也断了。他一定会留下什么的。 陈星的烟，陈星抽的是美国烟，在这里应该比较难买。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条烟没有带走。那如果他没烟抽，要买烟，在平海应该没有太多地方可以买到这种烟吧？国超，你去查一下什么地方能买到这个牌子的烟，特别是陈星住的宾馆附近。好。 萌萌，你去查一下网络途径。收到。这个牌子的美国烟，平海只有3个地方有卖。这个店与陈星住的博景花园酒店最近，这陈星也来买过。我相信，
只要陈星在市里，他早晚都会报。老队，你怎么敢打保票啊？陈星一定会来这没？人最难改的就是习惯，他可以改抽别的烟1天2天，但他总会怀念熟悉的味道。但愿吧。你先盯会儿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万一要是目标出现了，别动手，通知罗队，或者等我回来。行了吧，该小心的人是你，要是遇到目标了，立刻大声喊我啊。好吧。陈星，站住！滚！都滚开！走！都滚开！看一下，是。闪开！闪开！这边。闪开！滚开！站住！滚！让一下！滚开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没事吧？没事。陈星，不动！好不了了。烧死你们！不吵！不吵！
知道平时我不怎么会说话，姐还顺便。谢谢你们今天来送姨妈。怎么样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姐，怎么了？他们打给我，说今天陈星现身了，可惜没抓到，还把高静和郭超他们俩给打伤了。他们没事吧？没大碍，没事。